那个，要不我来选？哦，你就是那个臭乞丐啊！哎呦，不是我说吧，这人倒霉啊，喝水都塞牙。哈哈哈！你女儿是不是瞎了眼啊？看上这么个乞丐，真是天助我也呀！要不是你有这么个女儿，我还真找不到什么借口来抢这个继承人的位子。你笑得很开心啊！我笑得开不开心关你屁事！你这个臭乞丐！骂我，你爹跟你弟不是我杀的，是你自己作恶，自己作死，自己害死自己。还有你爸之前是烂赌鬼，败光了家产，输了好几个亿，还是我爸带钱去赎的他。现在居然还来抢我家的家产，真是烂透了！你说什么？3、2、1。我的眼睛，我的眼睛好痛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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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错了，对不起，我现在相信你是神了，求你给我解药救我吧，好痛！世界上有很多条路可以走，但唯一没有的就是回头路。现在想回头，晚了。臭乞丐，赶紧把解药交出来，否则我杀了你！二哥，大哥，帮我报仇！你个臭乞丐，你毒我父亲，杀我兄弟，我跟你势不两立！我还在压制自己的脾气，趁我没有发火之前，赶紧滚，别再逼起我的杀心。老爷子已经快不行了，给我下跪打耳光道歉，求我救他吧。你这过分了点吧？怎么说你跟我女儿在一起，你也得叫我一声岳父。你让我给你下跪打耳光道歉，这合适吗？道理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，不能因为你是长辈，就可以不讲理，就可以羞辱别人，就可以不承担后果。老丈人，你给我跪下道歉，跟我叫你岳父不冲突啊。我如果给自己的女婿下跪道歉，以后哪还有脸能出去？这不得成一个一辈子笑话吗？你害怕被人笑话，那你笑话别人、践踏别人时，有考虑过别人的感受吗？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这就是你的后果。爸，是你自己种下的因果。要是爷爷有什么事儿，就是你不孝。姐夫说的对，爸，你赶紧道歉啊！对不起，我的好女婿，我不该无端的骂你、羞辱你，我现在向你道歉。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好了，一笔带过吧。现在，赶紧给老爷子解毒吧。放心，我要救的人，阎王来了也得让道。拿碗水来。这是在地府？没有呢，老爷子，地府太弱了，不敢请我去。您呐，尚在人间。我不是在做梦吗？他就是个乞丐，怎么突然这么厉害？不要狗眼看人低，他虽是个乞丐，但一身的本事啊！是我们错了，好孙女婿，爷爷欠你一条命啊！姐可以当继承人，但是她当继承人，我就要嫁给凌晨。灵儿，你在说什么胡话呢？凌晨可是你姐夫，你怎么可能嫁？怎么不可能了？他俩还没结婚呢，他不是我姐夫。我喜欢他，如果他不娶我，我就出家。你忘记之前了？你跟爸妈一样，乞丐，瞧不起凌晨是乞丐，现在看人厉害了就想抢。
是我坚持着，哪怕众叛亲离，对凌晨也不离不弃。谁能比我更配得上凌晨？是啊，要是没有婉离对凌晨的情深，我们苏家就完了。灵儿，别胡说。好，你们都偏袒他，容不下我是吗？我走。等等，让他走，他中了毒，这种毒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解。他这辈子只会喜欢我一个人，一看见我，他就控制不住自己，在外面给他找一处安身之地，不然他越见到我，就会越痛苦。你说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这所谓痴情毒啊，就是中毒之后喜欢上一个人，就再也不会喜欢上另一个人。如果这个人是曾经他讨厌的人，那中毒后就会爱得越深。他已经病入膏肓了。有的时候，我觉得你不像个乞丐。呵呵，乞丐只是我人生中的一个身份而已，并非命运。婉离啊，我和凌晨呢也事不宜迟，我觉得应该替你们两个早点把婚事给办了，以免夜长梦多。凌晨，你意下如何？只怕有人不让我们办。刘处长，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？可有什么指教？既然你说指教，那我就指教了。我得到消息，说你们苏家通过苏家不正当手段进行商业打压，对房产、矿业以及娱乐行业进行地位垄断。现在我代表商业局正式宣布，对你们苏家进行全面的封杀。你要封杀我们苏家？我们苏家在南省的地位，那是举手投足能影响整个商界的。就连商局的赵局长也得给我苏家7分尊重。你一个小小的处长，也敢封杀我苏家？不好意思，苏老爷子，忘记告诉你了，以前的商业局局长姓赵，现在姓黄。新官上任3把火，这第1把火烧的就是你们苏家。苏家的靠山赵局长已经调走了，现在立刻将你们的合同交出来，进行全面的清算。耽误了时间，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见过司马大少。要公道吗？找我。你来干什么？知道你们苏家有麻烦，来帮你们的呀。你从哪儿听说我们家有麻烦的？你看上了一个乞丐，全城人都在笑话。苏家兄弟立马就想逼宫取而代之。商业局换帅，新来的黄局是宋家的靠山，自然轮到你们家倒霉了呀。这些事情已经弄得满城风雨，人尽皆知了，我想不知道都不行了。司马贤侄，你来的正好，你爸是总督大人，你让他帮忙说说理。这商业局一换帅，上来就针对我们，这还有王法吗？苏伯父先别急，就凭你跟我们司马家的关系，我和婉离还是同学，我自然不能对你们现在的遭遇坐视不管。多谢司马贤侄儿。那你现在就让他们这些人滚出我苏家，无缘无故来找我们的麻烦。我可以帮苏伯父做到，只不过这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也没有白帮的忙。如果我帮苏伯父做到这件事情，是不是也可以提点小小的要求？没有问题，司马贤侄有什么要求尽管提，只要我苏家能办到，绝对尽力。这是那个全城人都在笑话的乞丐吧？是，司马贤侄可有什么指示？把他赶走，让婉离拉黑他。我堂堂总督公子，他一个乞丐，也配跟我有什么恩怨？你他嘴好臭啊！排粪去厕所，随地大小便，你爹没教过你？说什么？我说，你是个傻。把这个臭乞丐给老子拿下！
哎，别冲动，司马贤侄，你息怒啊！苏伯父什么都别说了，这个土包子靠着花言巧语骗了婉离，不知天高地厚，竟然敢触怒我。若不将他碎尸万段，我枉为总督公子。祖都公子，你好大的威风啊！有娘生没娘养的玩意儿。如果没有你瞧不起的这些土包子挖地种田，你他妈吃狗屎啊！还在这里装高尚。岳父大人，这种人不能惯着。司马权，他是我老公，你再敢说一句，别怪我不念同学之情。苏婉离，老子不想跟你演了，我就是想睡你。你不过是商人之家，我堂堂总督公子，你拿什么跟我斗？就算我要强你，你能怎么样？今天我跟你摊牌了，让乞丐滚，跟老子睡，以后好好做我的奴隶。我帮他选。敢打司马公子，赶紧给我动手！逼我是吧？枪声一响，你的喉管和眼球会一起爆裂，看看谁速度更快。爸，杀了他！杀了他！快叫军来！我要亲手杀了他！我不想杀人，尤其是对你们这些蝼蚁。你们就是欺负那些老实人欺负惯了。那我换一种方式跟你说话。首先，我会先打断你的手，让你的手再也无法作恶。好女婿，你不能乱来呀！他们可是总督府的势力，总督一怒，灭人9族，咱们都无法幸免呐！没有，害怕也没用了。你们这些蝼蚁，竟然敢反抗我、殴打我，你们的命啊，已经死得透透的了，玉皇大帝都救不了。我不会乱来的，我只会杀了你。老公，真不能杀，杀了他，我们整个都会遭殃的。天君呐，你就忍忍吧。你虽然有一腔热血，但你不了解这世界的规则呀。有些权贵呀，掌握了普通人的生杀大权，下起手来比阎王还狠呐。所以你不能杀呀。你们总劝我放了他，但你们有没有想过，我放过这个欺软怕硬的恶势力，他会放过你们吗？罢了，带上你的狗赶紧滚！你们都给我等着总督府的怒火！不把你们这些蝼蚁屠戮殆尽，老子就不是司马权！好啊，我等着，千万不要让我失望。我们走！这下可完了！你刚才真的太冲动了，我们哪来的底气冲撞总督府呢？爸，你别说他了，凌晨也是为了保护我们才挺身而出。我不是怪他，我只是在想，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？一旦总督府调兵，我们全都得死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死就死呗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人早晚都是一死，但就算死，也绝对不能向恶势力低声下气、苟且腾生。不愧是我老公，我真是越来越爱你了。岳父大人不要担心，我略懂一些算命之术，刚才掐指算了一下，我们很安全，没人能动得了我们。哎呀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弄这些虚头老脑的？那可是总督府，南省最大的势力，你哪来的勇气对付呀？你能打赢10个、100个人，但你能打赢1万个、10万个吗？我不知道我能打赢多少人，但好像我也有点来头，有点身份，也不是那么好惹的。你能有什么身份？你不是个乞丐吗？那你能有什么来头啊？乞丐只是我的身份之一，但具体的来头我不方便说。行了，都这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情吹牛？
好了，岳父大人，你放心，只要有我在，就没人敢动你们一根头发。好了，我还有点事儿要先出去一下，你们准备好晚饭，等我回来。老婆，等我，我马上回来。哎呀，他自己怕事先走了，把大祸留给我们了。妈，你别胡说，凌晨不是那样的人，他总是这样，把事情都扛下来，然后笑着说一点都不重。妈的，那个乞丐！等我回到总督府，不调兵碾死他的尸骨，老子就不叫司马权！是吗？那你现在就没有活着的必要了。谁在说话？你们刚才听到有人说话吗？怎么可能？那乞丐他不是在苏家吗？不可能跟过来了吧？好像是那乞丐的声音。谁说不可能？好地方，僻静没人，适合处理垃圾。苏家是商人，一直被权势欺压，胆小怕你危险，我可不怕，懂吗？我想你肯定不懂。我想我有必要给你做一下详细的介绍。不，我来给你介绍。我曾经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后来上天告诉我，要想成为真正的王者，就必须经历人世间最残酷的考验。我见过千万人，有嘲笑我的，驱赶我的，但他们都死得很惨。我不善良，但我守护善良。对恶的消除就是对善良的守护。所以今天你得死。你看，我还可以告诉你个秘密，我可不只是总督之子，我还有更大的靠山，说出去能吓死你啊！是吗？那你说出来吓吓我。竖起你的耳朵，给老子听好了！我和整个总督府的靠山是二皇子，那可是皇族势力啊！你拿什么跟我比？哼，原来你是二皇子的狗啊！那你更该死了。真实身份，你个臭！既然你说你是二皇子的狗，那我不妨告诉你我的真实身份。我站在落日余晖下，地宫的最高台阶上，3000战神齐拜我。高呼太子千岁，千岁，千岁！这就是命运的变数，也是恶有恶报。该上路了。以后你就去九泉之下做那只蝼蚁吧。如果有下辈子，你可千万要记住，这个乞丐不能惹。我儿死了。回总督，见公子在回府途中遭人劫杀，随行12名1等护卫全部殉职。公子他尸身已收敛在偏厅，法医查验，全身骨骼碎裂，心脉被一股极强的力量震断。凶手手法极为了得，没有任何冷兵器或枪械留下的外伤。唯一异常的是，公子周身皮肤有些微灼痕，像被某种高强度光辐射近距离照射过。那个乞丐回答叫什么名字？叫凌晨。一查实，他是当年凌氏财团那位已故夫人所出的嫡长子。传言当年凌晨遭人刺杀未死，被一个异人救走。这10多年来隐姓埋名，不知为何近日在南省现身，且一直以乞丐身份混迹于市井。集结所有能调动的人手，南省方面的势力也联系上。3日后，我要苏家满门为王儿殉葬。儿啊，你不用怕，他是不是真太子已经不重要了。不管是前嫡子还是乞丐，都得死。你在下面等着他。灵儿，妈在海外有个朋友，势力很大，你先去那边避一避。姐，我不是输给了你，我是输给了我自己。我当初骂他是乞丐，看不起他，现在毒性发作，我爱他爱的连自己都丢了，这就是报应吧。双影会护送你去机场，到了那边会有人接应。
这痴情毒你姐夫说过，假以时日，或可慢慢解去。等风头过了，姐去接你。我们是姐妹，一辈子都是。姐，你恨我吗？那天在继承典礼上。不恨，你是被下药的，又不是真心的。再说了，他那么帅，谁都忍不住多看两眼。姐，你要幸福，我走了。我和你们爷爷商量过了，你和凌晨呢，事不宜迟，你们俩早点把婚事给办了，以免夜长梦多。凌晨，你意下如何？不急，总督府那边应该已经得到消息了。建公子死了，司马冲不会善罢甘休。昨夜我没睡着，我算了一笔账，总督府加上南省能调动的兵力，少说3000人，苏家的护卫不超过120。婉离和凌晨的婚礼不但要办，还要办得大张旗鼓，要让全南省、全京都都知道，苏家把女儿嫁给了凌晨。婚礼一办，等于昭告天下，苏家承认凌晨就是女婿。任何人动苏家，就等同于动凌氏财团的嫡子。凌氏嫡子这个名号是把双刃剑，司马冲知道他是谁的遗孤，就不敢贸然动手，这是要把他的怒火逼到台面之下。如果他真的丧心病狂，我们也至少能拖住他足够久。爷爷，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你把他带回家那天晚上，他说我中了黑龙毒，普通乞丐看不破，更解不了。加上他跟你妹妹说的那句“天下除了我师父，没人能解”，师父魔功毒术，只有一种传承，凌氏遗孤的传承。老爷子，有件事我必须亲口告诉你，我的身份一旦公开，苏家所有人都会被卷进来，不是卷进总督府的怒火，是卷进京都权力漩涡的核心。凌氏遗孤归来，是一场逃不过的血雨腥风。你确定？定。你把婉离从苏家带走那晚，她头也没回，我就知道这丫头把命放你手里了。苏家60年基业是靠押注押出来的。那好，婚礼的事我去安排。老公，我们不是办婚礼，我们是拜天地。你要给我戴上皇冠，你答应过的。你以为我在说情话？我是在跟你签契约。拜天地，签契约，谁反悔谁王八蛋。苏振廷，苏振廷，你儿子是我杀的，凌氏财团嫡子凌晨，南省苏家之婿。总督司马冲，你带兵围我，是想造反吗？你有什么凭着说自己是凌氏嫡子？就算你真是凌氏嫡子，也是被废的弃徒。二少爷才是当今认可的继承人，你杀我儿照样得偿命。老头子，把你的底牌亮出来吧。奉国家元首令，自有苏氏家族累代忠良，特赐铁券文书，永免死罪，世代受之。此令。铁券文书也要看保谁，就算苏家能免死，这个乞丐能免吗？给本督把凶手拿下！谁敢动我老公？禁卫军队长慕容垂奉元首密令，迎凌氏嫡子归京。元首有令。当年凌氏继承人被一人救走，今令其归京复位，即刻入京面见元首。总督司马冲，你是要谋反吗？杀子之仇不共戴天，凌氏嫡子也好，乞丐也罢，你等着！你什么时候联系的元首？没联系。昨晚让沈老板的药材商把铁券文书和口信带给了元首秘书，就3句话：儿臣不孝，17年未归；二弟不忠，欲弑兄夺位。
岳父岳母、爷爷、老婆，今天大婚，我欠你们一份聘礼，凭此令牌，可调凌氏旗下所有产业资源。苏家有序，名曰凌晨，凌晨所归，苏家之幸。恭迎凌氏嫡子归京。老婆，我要回去了，回那座吃人的城，回那座17年都没人记得我的城，你怕不怕？我怕什么？我是你老婆，你要拿回属于你的一切，我就是你身边那个人。当年说了要扶你上青云，现在终于可以兑现了。这座城是该换个人当家了。他还没死。当年我亲手捅穿了他的后心，亲眼看着他倒在血泊里，气绝了，他怎么还能活？他不但活着，还娶了苏家的继承人。苏家有铁券文书，能调动天下商帮。他这一步是向我们宣战。元首的密令已经送出去了，禁卫军已经到了南省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元首早就知道他还活着。那就让他回来，联系靖王集团的旧部，通知玄铁卫和江南暗章，死不了让他死在京都也行，总之不能让他活着走进元光府。不能动用玄铁卫直接动手，禁卫军已奉密令护他，动他等于和元首撕破脸。把玄铁卫调去江南劫漕运，那是苏家的命脉。苏家一乱，废子自己就坐不住了。至于京都这边，我还有安排。柳如烟死了那么久，该有人接她的帮了。女人对付男人，不一定用刀。老婆，你妈是想把你喂成小猪，还是想把我喂成小猪？上京这一路不知道要走多久，多带点干粮总是好的。停下！此路不通！什么人胆敢阻拦禁卫军撤退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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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拦的就是你们，是那个被废的少爷吧？听说他在南省做了17年乞丐，现在又想回京当继承人。有钱人没一个好东西，我们老百姓只知道你们掌权之后，我们的日子只会更难过。让他滚回去！你这回京当少主，我们这些打工的就得遭殃。你们有钱人从来不把我们当人。你家几口人？8口，我们被裁员，补偿金1分没拿到，家里的积蓄全看病花光了，不够吃到开春。我凌晨做过17年乞丐，挨过饿，受过冻，被人从街上赶来赶去，我知道饿肚子是什么滋味。所以回京不是去当阔少，是去把那些让你们干活吃不饱的人从他们的位置上拉下来。苏家的产业从今日起沿着运河和高速旺网开设工艺仓库，储粮10万担，设立工人援助基金，到明年年底前，沿线所有被拖欠薪资的工人，由苏氏基金会先行垫付。这是我的信物，谁敢不认？走，不用管。传我命令，明日禅会，召那孩子面见。传2少爷同列，统领京都所有武装力量，没有我的手令，任何人不得调兵入城。再拟第2道命令，2少爷代管之权即日收回，他旗下所有幕僚另处安置。另外，请秘书长去一趟南省，不用带兵，只带1个人，把那孩子的聘礼带回来。遵命。那孩子在街头讨了17年饭，我欠他的，欠他娘一条命，欠他17年人生。少主，警备部队是2少爷的亲信，要不要我等先派人进城探路？不用，他们不敢动手。元首已收了2少爷的代管大权，警备部队若有变动，就是明目张胆谋反。在天黑之前，他们只敢等。凌氏嫡子觐见。晚辈不孝，17年未归，先母含冤而终。晚辈被刺未死，乞食街头，愧对元首托付。平身。孩子归来，我心甚慰。17年前的事，是该查清楚了。来人，
传我命令，重查当年冷院夫人遇害一案。元首圣明。兄长归来，乃国家之幸。凌氏嫡子即日入住东院，恢复继承人名位。二少爷暂收代管之权，回府思过待参。命特别调查组会同检察部门重查17年前冷院血案。兄长，东院17年没住人，我让人收拾得很干净。可惜有些东西，收拾再干净，也遮不住霉味。查？怎么查？17年过去了，当年的庭院都得长成森林了。暗金色器件。叶萧大人向少主问安。玄铁卫，真以为叶萧还在保你们？你背叛了大人！少主欠我一条命，记着。不要追，他还会再来。冷院的事是你娘亲自动的手，但那天你们没找到的东西，我一直留到了今天。我是输了，但他不是我杀的。那3个采花贼是从宅子里逃出去的侍卫，你要查就查到底。我认的罪我自己扛，不是我干的，你也别想栽给我。柳夫人一天一日谋杀先夫人，废为庶人，押入冷院终身监禁。二少爷叶成同谋监禁，除权圈禁郊外庄园。司马冲因挟私兵围攻元首召见之人，属大逆之罪，革去总督世职，收监待审。玄铁卫列为叛党，全国通缉。你没输，但你也未必赢了。京都不是你的京都，这17年我经营的人脉，不是一份决议就能全抹干净的。你以为这大厦安稳了，其实底下全是虫。我在郊外庄园等你。江南货船已修复，工艺仓库物资充足，沿途工人送锦旗一面，绸子太差，不如你的布鞋耐穿。勿念。早日归京。